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昨天美股高开高走之后，最终回落至上涨0.25%，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道琼斯工业指数它的一个上边线和底边线已经在34400点和33000点附近出现了一个这样的结构。这个矩形结构呢，我一直认为是存在于收敛三角形内部的一个结构。也就是说，在未来一段时间里，道琼斯工业指数可能持续会围绕34000点到33000点附近的这样的一个区间做横盘震荡。横盘震荡之后呢，我认为它会寻找机会突破，特别是在日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不断上移之后，上方存在4次等位置位于34000点的波峰以后，那么对于道琼斯工业指数目前仍然处在一个多头的趋势当中。昨天的这根阴线呢，它实际上是阳线，行情走到这里，我们看到本周成功出现了悟空阳线、八阶阳线和沙僧阳线，震荡完成之后，如果出现唐僧阳线出现新高的话，那美股的上涨趋势最终将成立。那么如果美股重新回到牛市行情当中的话，那比特币势必要跟随出现牛市的走势。那从6月23日至今，比特币一直处在一个横盘震荡整理过程当中。6月23日之前，我们看到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那6月23日这一天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新的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悟空阳线。那么行情从6月23日到今天7月13日，始终围绕6月23日的这个悟空阳线做震荡横盘整理。我们可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4小时，就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在昨天也就是6月13日0点的这个时候已经到达焦点。那我们知道 K 线西游战法当中对于三角形的理解是在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容易发生变盘动作。那么它的这个变盘动作呢，我们看到一个假突破之后回踩过来之后，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已经缓慢跟上来了。所以呢，在当前3万点附近形成了一个支撑。有了这个支撑之后，我们可以认为它的这个收敛三角形会逐渐收窄，最终呢把它的这个焦点逐渐后移。那么我们知道横有多长，纵有多高，所以呢当前的横盘震荡只要不跌破在6月23日的这个悟空阳线开盘价，也就是说不跌破29875这个关键性点位的情况下，仍然有机会在4小时支撑线4小时144级别144日均线和169均线这样的一个支撑下出现一个新的人物新的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人物，也就是八阶阳线。那么上方就有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同时呢，可以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周线级别我们可以看到6月19日走出周线级别悟空阳线之后，后面的3根 K 线都是围绕悟空阳线做出了一个干扰性的动作，也叫K 线西游战法当中的妖怪 K 线。那么上方对于周线级别这个角度来说，就有沙僧阳线、八阶阳线和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最终对于比特币来说，非常容易走出平行于1到5月份这波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同步的一个新的周线上涨最终呢，我们给出目标位是35000美金附近。那么昨天板块轮动当中 ，FTT 作为中心化交易所的平台币出现了一轮上涨。它的这个上涨结构，我们可以在日线级别来看在昨天和前天这两天这个收盘价时间是昨天早8点所以呢前天的这根 K 线也算前天的这根 K 线走出悟空阳线之后，目前今天和昨天的这2根 K 线始终处在悟空阳线的势力范围，这就对它的多头有了一个预期，上方可能会走出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最终呢出现平行于6到7月初的这个上涨趋势。我们看到6到7月初它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因此呢在前天出现悟空阳线之后，对于 FTT 来说它已经走出龙头现象之后容易走出新的一个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游。那么目标点位呢，我认为是在2.4美金上方。那么今天我们也看到了板块轮动让 LTC 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那么在它的日线级别上来看6月30日这一天走出了悟空阳线，后面的这些 K 线呢是一组干扰性的 K 线，干扰性的 K 线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但是即使发生了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它也没有跌破
6月30日悟空阳线的开盘价啊，因为这天上涨幅度达到了惊人的28%，因此呢，当前行情当中，在今天走出新的悟空阳线，站上$100之后，如果能够形成一个对称性的上涨的话，那么它的目标点位啊会接近$115啊。那么可以看到啊，这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息由和可能发生的日线级别上涨息由都在6月23日都在6月30日的这个悟空阳线当中，因此呢，它的复杂性的变化都从属于6月30日的这个悟空阳线啊，所以呢，对于 LTC 它的一个上涨预期还是有的。我认为本轮行情 LTC 最少涨到$130附近。对于 BNB 和比特币的这个尖儿度来说啊，它是一个非常弱势的结构。我们看到啊，它跌破了一个关键性的点位，周线级别169均线位于0.008附近的这个支撑位啊被跌破。跌破之后呢，它的下行空间将会被打开。我们认为啊，对于 BNB 来说，6月5日呢这一周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啊，这里是 SEC 起诉了 BN 啊，然后走8阶阴线。8阶阴线走出来之后，后面3根 K 线呢是8阶阴线的一个干扰性的 K 线，所以呢下方可能会有沙色阴线和搪塞阴线。那么 BNB 本身对 USDT 来说也非常弱势。我们看到啊，日线级别上它这里面存在一个结构，这个结构最终的防线是在$220附近，也就是它的一个底边线的这个位置。那么如果跌破$220之后呢，BNB 的下行空间可能会被打开。我们看到它是从$50一路上涨到$670，$691，到达$691高点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回踩动作。这个回踩动作是从20年5月至今，已经长达2年零2个月的时间的震荡。这个震荡过程当中形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目前已经在接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也就是椭圆形的这个区域上，因此呢，发生变盘的概率是非常大的。在这个变盘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啊，$50到$220的这样的一个区间从来没有进行回补过，因此呢，对于如果 BNB 跌破了$220，它就会非常危险。但是这2个交易日呢，对于 BNB 平台它有个利好，就是进行了一个 IEO 的动作。每轮 IEO 都会让 BNB 出现一定的跷跷板的效应啊，因为利用 BNB 可以做这个 IEO。因此呢，一路上涨之后，我们仍然看到它处在一个箱体震荡的过程当中。但是箱体震荡呢，它是我们刚才说了，比特币的箱体震荡是处在一个收敛三角形当中，因此呢，它的这个震荡，我仍然认为它不会有太大的突破这里仍然会回归到它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最终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发生变盘。所以呢，对于 BNB 来说，还是相对来说非常危险的对于当前的这个结构，容易跌破底部平台。但跌破底部平台下来之后，就是一个黄金坑的这个位置因此呢，建议在底部挂单去做行情的一个抄底动作当然是有这样的一定的几率的不是完全绝对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底部平台形成之后，有概率跌破挂单成交接多即可。那么这2天我们一直在解读的 SOL 目前遇阻于$22.3附近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看到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遇到了2根的阻力线，一个是波峰连线，一个是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阻力。那么如果能够发生突破，站上$24之后呢，对于 SOL 来说，它的上行空间将要被打开，因为我们看到它始终在这个筹码密集区和压力位附近做震荡。那么它出现了2轮日线级别上涨息由这2轮日线级别上涨息由中间走出了4小时级别的调整。那么目前是第2轮日线级别上涨息由之后的4小时级别调整过程。调整过程当中，我认为可能会回踩$20.5，这里是169均线附近，这个位置是可以建仓的建仓之后呢，它有可能会出现第3轮的日线级别上涨息由，但是进场呢一定要设置止损。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西欧战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主页的右上角找到书籍的购买链接。感谢大家，再见。